凌晨2點07分，我的手機突然震了一下，跳出一封標題寫着“最終底價，照此執行”的郵件。我原本以為是同事催我改明早的提案，可寄件公司不是我們，收件人也根本不是我。我點開附件，只看了幾行，最後一頁卻出現一個我再熟悉不過的數字，那是我們公司的報價。那一刻我沒有先想着怎麼利用這封信，我只想到一件事，我們的底牌可能已經流出去了。明天就是大客戶最後提案，如果競爭對手已經知道我們的價格，我們所有談判空間都會被壓死。我立刻關掉附件，沒有再往下看對方其他條件，先把整封郵件原樣封存。我截下寄件時間和郵件標頭，另外存進只有我能開啟的資料夾。接着我打給顧清言，他接起電話第一句就是：“這個時間打來，最好不是普通加班。”我只說：“我們的價格可能外洩了，你現在能不能上線？”他沉默2秒，語氣立刻變了：“把證據先封住，我查權限。”我沒有把競爭對手完整報價轉給任何人，只告訴顧清言我方數字出現在錯記附件裡。公司這一季現金流本來就緊，這張單子如果拿不到，下一季所有擴張計劃都得停。我盯着熒幕右下角的時間，知道我們只剩幾個小時能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。我先把明早提案檔鎖成只讀，避免有人趁亂再動版本。然後我拉出最後3天的報價修改記錄，準備一筆一筆核對。我最怕的不是價格被看見，而是我們還不知道它是從哪裡出去的。如果外流還在繼續，就算今晚改價，新的數字一樣可能再被送出去。我對自己說，先找源頭，再談怎麼贏這場提案。顧清言很快把權限記錄丟到共享畫面上，碰過相關資料的人一共有6個，其中5個人的時間都對得上工作流程，只有趙凱在深夜又下載過一次報價檔。我盯着那條記錄問他，他下載的是哪個版本？顧清言說還在查，但又補了一句，還有一件事，你可能不會喜歡。他把一張行程記錄推到我面前，趙凱上周曾經和方立成私下見面。方立成正是我們這次最大的競爭對手，也是那封錯記郵件裡的主導業務。2條線放在一起，趙凱幾乎立刻變成最明顯的嫌疑人。我第一反應也很差，但我沒有立刻把可疑當成有罪。我先讓顧清言停掉趙凱所有敏感資料權限，只保留基本登入。他問我要不要現在就叫他過來。我看了一眼時間，說先不要，證據還不夠。如果他真的卸價，先封權限能止損；如果不是，貿然指控只會讓團隊先亂掉。顧清言開始逐一比對6個人的存取範圍，我則重新整理所有報價版本。我不想因為急着找一個人負責，就漏掉真正的漏洞。可我也很清楚，明早之前，我們一定得知道趙凱到底碰過什麼。因為只要這件事還懸着，我就不能放心把任何新的最終價格放進系統。我重新對着錯記郵件裡的數字看了幾遍，忽然覺得不對。那不是我們現在準備送出的最終底價，而是3天前的一個中間測算版本。我把版本記錄拉到顧清言面前，指着那一欄說：“看日期，這不是最新版。”他也愣了一下，立刻開始往前查那個舊版本曾經出現在哪裡。幾分鐘後，他找到一份客戶預覽資料，裡面確實放過同一組測算數字。那份預覽檔當時是拿來讓客戶先確認服務範圍，不是最終商務報價。也就是說，知道這個舊數字的人，比知道最終底價的人多得多。趙凱仍然可疑，但他不再是唯一合理的來源。我問顧清言，那份預覽資料是怎麼送出去的？他翻出記錄，回答：用外部分享連結。我心裡立刻一沉，
因為那種連結理論上72小時就該失效。如果連結真的按規則關掉，外流範圍還算有限。可如果它沒有失效，事情就完全不同了。我讓顧清言先別碰那個舊連結，直接把記錄交給陳彥洲驗證。現在我最需要的不是猜測，而是一條能被證明的外流路徑。陳彥洲半夜被我叫醒，聽完情況後只問一句：我要原始存取記錄，不要你們的推測。這也是我找他的原因，他從來不替任何人的情緒背書。我把分享設定、系統遷移記錄和客戶預覽檔的連結編號全都給他。他先確認正常規則，外部連結確實應該在72小時後自動失效。接着他查到一個問題，系統遷移那天舊分享連結沒有套用新的失效規則。也就是說，那個本來早該關閉的連結，到現在仍然可能被開啟。我問他能不能確認有人真的用過，他說需要再追存取記錄。顧清言同時翻出早期會議記錄，發現客戶曾經把那個預覽連結轉寄給3個不同部門。資料如果從客戶側再被轉寄，我們內部的下載記錄就不可能解釋全部問題。趙凱的嫌疑因此被削弱，可真正的風險反而變大了。因為這不再是一個人能不能被停權的問題，而是一個失控的外部入口。我讓陳彥洲立刻關閉舊連結，並保存關閉前的所有存取記錄。他提醒我，關掉只能止血，不能證明之前是誰拿走的。我回他，先止血，剩下的你慢慢證明。天快亮了，我們至少終於知道，事情可能不是單純的內鬼。可提案時間不會因為我們找到漏洞就延後，我還得處理另一個更直接的問題。競爭對手既然已經看過舊底價，我們明早到底還能不能照原方案報價？顧清言第一個提議就是降價，而且幅度比我預想的還大。他把財務模型推過來說，如果對方拿舊底價壓我們，原價很難受。我看完沒有立刻回答，因為那個降幅確實能讓我們短期更有競爭力。可同一張表也寫得很清楚，降到那個位置，這張單子幾乎只剩漂亮營收，沒有足夠毛利。我說，贏下一張做了就虧的訂單，不叫贏。顧清言沒有反駁，只問，那你要怎麼解釋我們為什麼更貴？這句話反而讓我把注意力從價格本身移開。我們真正昂貴的不是軟體授權，而是導入、培訓、跨部門切換和失敗後的返工。如果客戶只看採購單價，我們一定被低價牽着走。我讓團隊把導入期間的停機風險、二次部署成本和培訓工時全部重新量化。原本放在附加服務裡的項目，被我一項一項拉回主提案。我要求每一個數字都能被客戶問到，也都能被我們自己承擔。有人問要不要順便改低一點價格，我說可以算，但不准先用降價當答案。我要讓客戶看見，他們買的不是一張便宜報價，而是一個不會在半年後失控的導入方案。這樣做的代價很明顯，我們只剩幾個小時重做整套價值說明。顧清言看着滿桌試算表，最後點頭說，好，那就不要跟着他們的價格跑。我知道這不是最安全的選擇，但至少是我們能長期承擔的選擇。真正的問題只剩客戶願不願意聽。早上7點多，趙凱發現自己的權限被停，直接敲了我辦公室的門。他第一句就問，你是不是懷疑我洩密？我沒有繞圈，把他和方力成見面的記錄放到桌上。趙凱看了一眼，沒有否認，只說那次見面是方力成想挖他過去。我問，為什麼不報備？他沉默了一下，說最近績效不好，他只是想替自己留一條退路。這個答案讓我很失望，但還不能證明他把價格送了出去。我又問起那次深夜下載，他說下載的是客戶簡報備份，
不是最終報價。我告訴他，你的說法我會讓陳彥洲驗證。趙凱立刻說，可以，檔案內容和時間都查得到。我沒有因為他願意查就放鬆，也沒有因為他隱瞞挖角就直接定罪。我只把兩件事分開，卸價要看證據，信任問題則已經成立。趙凱問我權限什麼時候恢復，我沒有給他時間。我說，等技術比對完，但今天的核心資料你先別碰。他臉色很難看，卻沒有再爭。看着他離開，我知道不管最終洩密真相是什麼，我們之間的信任都已經回不到原來。陳彥洲很快把比對結果傳過來，趙凱下載的檔案和外流版本並不相同。那份下載檔缺少糾測算頁，也沒有錯記郵件裡那組數字。也就是說，至少從現有證據看，不能說趙凱直接把那個價格送出去。我把結果告訴顧清言，他只說了一句，那就把錯的指控拿掉，對的違規留下。我也是這個意思。我把趙凱叫回來，明確告訴他，卸價嫌疑目前沒有證據支持。他明顯鬆了一口氣，可我下一句讓他的表情又沉下去。我說，核心業務權限還是不恢復。他問為什麼，我回答得很直接，你私下接觸競爭對手，而且選擇隱瞞。這不是洩密罪名，但已經足夠讓我重新評估他能不能繼續碰最敏感的客戶資料。趙凱沒有再辯解，只說他明白了。少了一個資深業務，今天最難的客戶問答只能由我自己接回來。我把原本分給趙凱的問題清單全部拉到自己名下。這會讓我的壓力更大，但至少我知道現在誰能碰什麼。而且提案會議已經快開始了，我沒有時間再為這件事停下來。正式提案一開始，我就知道我們昨晚的判斷沒有錯。方力成報出的價格果然非常接近那個外流的舊底價。陳啟明很快把兩家的數字並排，直接問我，你們為什麼貴這麼多？如果我照昨晚的焦慮回答，現在大概只剩降價一條路。但我把第一張成本模型切到大螢幕，先講導入失敗的代價。我說，如果為了便宜刪掉必要的培訓和切換支援，真正昂貴的是之後停機和重做。陳啟明沒有立刻接受，只追問我們那些成本是不是故意放大。我把每一項拆成客戶能理解的時間、工時和風險，不跟他談抽象價值。客戶的技術主管這時第一次插話，問我們跨部門切換需要幾周。這個問題對我很重要，因為代表討論開始從單價移到履約。我把流程分成測試、部署和備援三部分，說清楚哪一步出問題會造成什麼影響。方立成很快接話，說他們也能提供相同服務，而且不需要提高價格。我沒有反駁他，只請客戶把服務範圍和交付責任列進最後比較。陳啟明點頭，說採購會重新整理評分。那一刻我知道我們至少沒有被低價直接壓死。可同樣明顯的是，客戶還沒有放棄便宜方案。第一輪還沒結束，我們只是把自己從價格劣勢裡拉回到能被比較的位置。真正的勝負還遠沒有定下來。第一輪結果出來時，我們沒有直接贏，只拿到最後兩家的資格。陳啟明給我們2個小時，重新提交最終商務條件。時間短的幾乎不容許再開一場完整會議。顧清言直接把最低毛利線算給我看，告訴我最多還能讓多少。他說，再往下，我們就要拿後面的履約去填今天的勝率。我知道他說的對，我們確實有一點讓價空間，但不是無限，也不能拿核心服務去換。我把客戶最在意的3個問題重新列出來：固定預算、部署風險、切換速度。如果我們最後只能回答比較貴但比較好，這張單還是很危險。
我讓顧清言先把可讓價區間封住，不再反覆討論最低價。剩下的時間，我只看我們還能增加什麼確定性。團隊開始重查每一項交付責任，確定最後承諾不會超出能力。2小時的倒數一直在熒幕上跑，我卻不能因為急就改掉底線。我需要的不是一個看起來漂亮的最終數字，而是一個我們真的做得到的條件。就在整理資料時，我又看到了那封被封存的錯記郵件。我打開封存記錄，只是為了核對頁數和文件結構，沒有重新研究對方完整報價。可服務範圍那一頁還是讓我注意到一個缺口，裡面沒有跨區部署欄位。我們這個客戶明明有多個區域需要同步上線，這不是可有可無的項目。我立刻想到一件事，方力成現在的低價，很可能沒有把這部分完整算進去。如果我把這個細節直接拿去提醒客戶，我等於在利用一封不該寄給我的機密。我沒有這麼做。我把郵件關回去，只對顧清言說，我們自己的跨區部署全部再算一次。他沒問我看到了什麼，只把相關工時和備援需求重新拉出來。我們把跨區部署、額外工時和備援都放進最終固定成本裡。這樣一來，我們的價格沒有變得特別漂亮，卻變得更完整。我還要求團隊確認，每個寫進去的承諾都不需要事後再加價。顧清言問我，如果對方真的漏算，你不打算點出來？我說，他們自己的報價，讓他們自己負責。我要做的不是替客戶揭穿對手，而是讓我們的數字經得起最後疑問。最終條件送出前，我又從頭看了一遍服務範圍。我知道這次我們壓的不是最低價，而是誰能真正承擔自己寫下的價格。最後議價開始沒多久，陳啟明就丟出一個比降價更狠的條件。他要求2家公司都改成固定總價，合約範圍內不得事後追加費用。會議室裡安靜了幾秒，我反而在那一刻徹底確定我們昨晚沒有白忙。陳啟明先問方力成能不能接受。方力成停了一下，說可以，但要排除跨區部署和額外工時。我沒有看他，只低頭確認自己手上的最終版本。陳啟明接着問我，你們呢？我回答，我們的固定總價已經包含約定範圍內的跨區部署、培訓和備援。他又追問一次，不另外追加？我說，只要範圍不變，不追加。這句話不是臨場逞強，而是我們前一晚把所有成本重算後才敢說出口的。客戶技術主管開始重新核對2家的服務邊界。原本看起來更便宜的方案，第一次暴露出必須排除的項目。我沒有提錯寄郵件，也沒有說方力成漏算了什麼。我只把我們願意承擔的責任放在桌上。陳啟明最後讓雙方先離場，說內部要做最終評估。我走出會議室時沒有特別興奮，因為真正的結果還沒出來。但我知道，這場競標的比較方式已經完全變了。現在客戶看的不再只是誰便宜，而是誰的價格真的完整。等待結果時，陳彥洲先傳來了完整追查報告。他把存取時間、分享設定和轉寄記錄串起來，確認就分享連結是最主要的外流入口。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趙凱直接把那組舊底價交給方力成。這個結果讓我鬆了一口氣，也讓我更清楚公司自己的責任。我們差點因為一個管理漏洞，把所有問題都推到最可疑的人身上。我把趙凱叫進來，先告訴他卸價嫌疑解除。他沉默了一會兒，問我核心權限是不是能恢復。我說不能。我向他說清楚，私下接觸競爭對手並隱瞞挖角和洩密是2件不同的事。前一件沒有證據，後一件卻是他自己已經承認的。趙凱沒有再爭，只問我是不是要把他調離業務核心。
我點頭。他想了一會兒，最後說那就不用調了，他會自己離開。我沒有留他，也沒有趁這時候把錯誤指控算在他頭上。他離開辦公室後，我把調查報告收好，第一次真正感到這場危機的內部部分結束了。可我們最需要的那個電話還沒有來。半小時後，陳啟明終於打來，通知我們成為優先簽約供應商。那一刻，辦公室裡所有人都鬆了下來。我也知道公司下一季最危險的現金流缺口終於有了答案。可我沒有立刻讓法務進入簽約流程。我先對陳啟明說，我有一件必須在簽約前主動披露的事情。他聽完錯寄郵件的情況後沉默了幾秒，讓我直接和客戶法務對接。我把郵件封存時間、內部限制記錄和我們最終報價的形成時間線全部交出去。我沒有保證他們一定會接受，因為這一步確實可能讓剛拿到的資格重新被審查。顧清言問我是不是一定要現在說，我回答，如果簽完才被他們查到，事情會更難看。客戶法務最關心的是，我們有沒有依對手價格調整自己的最終報價。我把版本記錄和重算時間全部攤開，讓他們自己核對。我們降價的幅度、成本模型的形成時間、固定總價的內容都有完整記錄。這些記錄最早是我為了自保才留下，現在反而成了最有力的證明。法務沒有當場給答案，只說會和採購、技術一起重新確認。我掛掉電話後，整個團隊又回到等待狀態。這一次我比剛才更緊張，因為訂單已經近在眼前。但我也知道，如果這一步都不敢做，我前面說的那些底線就只是口號。當天下午，客戶正式通知我們，簽約維持不變。法務確認我們沒有利用錯記資料調整報價，還把完整封存與內部限制列進合作評估。陳啟明說，他們最後選我們，不只是因為固定總價，也因為危機出現後我們處理得夠透明。我聽完沒有立刻覺得驕傲，只先把這句話記了下來。公司現金流壓力因此解除大半，至少下一季不用再用最壞情境做每一筆決策。趙凱幾天後辦完離職，我們沒有把他寫成泄密者，也沒有假裝信任從沒破過。陳彥洲把舊分享機制全部重新檢查一遍，所有永久連結都被取消。顧清言和我一起重做權限制度，敏感資料改成分級存取。我們還加上一條新的異常回報規則，只要碰到不確定的資料事件，先報告，不先猜誰有問題。最後一項是我自己提出的，我把一部分原本只有我能拍板的決策，正式交給顧清言共同負責。他看完權限表，笑着問我，你終於願意放手一點了？我說，不是放手，是換一種控制方法。以前我總覺得，真正的安全就是所有重要事情都握在自己手上。這次我才明白，可靠的控制不是一個人知道所有答案，而是風險出現時，每個人都知道自己能做什麼，也敢把真話放到桌面上。那張合約最後救下了公司的現金流。可我真正留下來的是一套不需要靠猜疑才能運作的團隊方式。